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2.95，收盘价是195.90，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6.50。最低价是在180.94，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129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75倍，量缩。KD 值。开口变小，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回升。MACD 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下行，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短的红柱，那快线呢是依然在零轴的下方，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4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转向下后，然后再出现的反弹中。那当日的收盘价是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么这样一来，这根 K 线它就形成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同时，在4月13日这根 K 线小绿 K 线和前一个交易日的这个实体长红 K 线那么它们两个 K 线又形成了一个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如果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是在相对低的位置，那么它是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如果它是在股价上升到相对高的位置呢，它又是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那么它的标志呢，就是要看母线的最高和最低，也就是说在日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也就是在192附近，那么证明它是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如果日后交易日收盘价跌破了这个母线的最低，现在是在180附近，那么股价将会下行，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 K 线组合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组合。好，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从 K 线信息上解读就是说给日后股价的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178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83的。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18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实际在4月13日收盘价是在185.90，那出现了反弹，并且呢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那从这样一个单一信息上来看呢，是预示着股价会继续反弹，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那对于4月1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目标，那上方是192。那192呢，今天我们把它定义成向上的第一个目标，它的寓意有所改变，
也就是这个目标将是针对于这两个 K 线组合来说的。那也就是日后它的目标是要站上母子怀抱母线的最高，对，在192。那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能够站上192呢，那么我们说股价叫做变盘向上成功，那股价会继续出现反弹，甚至是建立多头趋势。所以192是第一个目标。那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是202，也就是要瓦解这个连三红下跌 K 线组合的架构。那如果能够站上202，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是207。我们说站上207将会恢复自3月13日这根起涨 K 线以来建立的多头趋势。我们可以把图缩小。那一旦站上207，我们会看到继续是头高，下方是底高。对，好，那上方的目标是192、202和207。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下行。那股价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我们认为是依然认为是176，因为它的目标走势一定是要建立或者叫确认短期的空头趋势。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我们是自3月31日以来，就是说在这之后开始下跌的这样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那目前已经有了头低，还差底低，所以说这个176依然是股价下行的目标，也就是第一个目标。那176被跌破呢，接下来目标一定是164。那跌破164就是要瓦解自3月13日以来建立的多头趋势。那一旦164被跌破呢，那将会也就是说继续自2月16日以来建立的空头趋势。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有头低，然后这里边有这个地方有个底，然后如果后续一旦跌破164，就会出现底低，也就是说会继续建立，也就是2月16日以来的这样一个空头的趋势。好，这是我们对下方目标设立的说明和原因。当然，在164之下呢，还有下方的缺口。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等股价跌破164再去讨论。好，那对于4月1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点位就是这根母子怀抱 K 线组合母线的最高和最低，我们要关注192和180。那我们把这条水平线移到180，对。那也就是说，其实不光是针对4月14日，包括之后的交易日，我们看股价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破。所以我们要关注180和192这两根线。好，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会看到在4月13日收盘之后是在185.90，那这个收盘价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是利好的消息。但是呢，我们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一个大幅的量缩，这样的一个K 线和前一个交易日形成了母子怀抱的变盘信号 K 线，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给后续股价的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所以在
4月13日收盘价185.9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虽然它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并且有一个含有下影线的这样一个 K 线，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利好的这个技术信息，就是它的最低没有跌破前一日 K 线实体的下沿，这都是利好的消息。也就是说，股价会继续反弹，但是它的成交量不足，成交量不足说明多方并没有大量的跟进。那出现这样的反弹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在当日是没有空头的力量介入的，只是多方的力量出现了小的反弹，对。但是多方出现小的反弹之后呢，又没有跟进大的这个买进，所以说目前这个多方的力量还没有出现，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这是技术上的进场的纪律。那什么时候可以进场呢？那我们要等待股价站上了192，也就是站上这个母线的最高之后，我们才可以依据情况考虑是否进场抢反弹，或者说是叫做进场做多。好，这是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对于我们刚刚说了，在4月13日空头，我们认为是没有空方的力量进入的，依然是从它的成交量来看的，对，量不足。那到了4月14日，我们说如果有空单进场，那么在收盘价到上方，也就是在189附近会有空单进入。那么在这个地方空单进入之后，他们的目标就是180和176。那么他们的回补位或者他们要守的位置呢，应该是在192这个位置。好，那么对，所以这是空头。那目前这样的一个信息对于空头来说，我们认为是比较艰难的，是不利的，对，因为我们会看到，如果空头在这个区域，也就是开盘之后股价提升，然后有空头进场的时候，一旦在4月14日出现了多头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那有可能它会拉爆当日新进场的空头和还有持仓的空头，因为还有持仓的空头，他们一定是守192。所以我们不排除在4月14日会有多头的补量上攻，去站上192。所以目前对于空头来说，要小心了。对，那么我们这样分析呢，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再来看大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4月13日，我们会看到它出现了一个实体长绿 K 线，是继前一个交易日实体长红 K 线之后出现的一个实体长绿。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这根实体棒的最高，并且当日成交量是略有量增。那这样的信息我们如果把图缩小来看，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或者之后的交易日，指数上方的要冲破的目标就是前高，也就是3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一旦出现一个高开盘，然后下方的这几条均线将会成为支撑呢，那我们说大盘是很容易上攻的。那既然大盘是容易上攻的，所以我们回到
特斯拉，那我们会看到，那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多头的补量上攻而冲破192。我们再回来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那一旦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站上前面这个高点，也就是12227.93这个点呢，对于特斯拉，它一定会站上192的。对，那也就是说确认了这个母子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所以在4月14日，我们不排除有多头的补量上攻。那既然如果我们分析到这个地方，说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可以进场抢反弹呢？对，依然是在4月13日成交量不足，价涨量缩，它不符合我们进场的纪律。对，所以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不进场是遵守纪律。我们预测上涨是根据一些技术指标来判断的。对，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4月1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它们分别是10日均线值在188到190之间，然后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88到189之间，我们把它合并，第一个压力区间是188到190，在这个区域，然后第二个压力位就是前高是192，也就是这个母线的最高，这是一个标志位。然后再向上，我们给出一个压力位叫200关口，200关口也是在4月4日这根 K 线最高的附近。好，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3到185之间，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180，是这根母线的最低，然后第三个支撑是176。好，这是下方的3个支撑。那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从下方的支撑我们可以看到，一旦在4月14日是高开盘，那么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但如果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呢，实际上这个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一个压力位，也是很重的压力位，那也很容易导致股价会出现下行的。对，好。所以我们会看到4月14日的开盘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每个交易日的开盘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不起。好，那接下来就是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上，另外一个可能会出现突破。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可能。横盘向上，那当日应该是一个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那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3，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190，收盘会收在188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出现横盘向上，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上。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要给出2个方向，一个方向会是强势反弹，如果是强势反弹，它将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6。上方最高会到达193，
收盘会收在191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强势的反弹。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是股价会出现下跌。如果出现下跌，它将会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呢，股价在盘中最高会到达184，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76，收盘会收在178附近。那么出现下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跌。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1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非常感谢大家，谢谢。